大家好，我是龍飛。最近我失業了，35歲，碼農，沒能躲過這個年紀的宿命。再加上 AI 時代發展這麼快，以後找工作，說實話壓力挺大的。更難受的是，家裡也出了一點事。我媽被我大爺拉進了一個叫愛金河的資金盤，2年時間把老家現成賣房款的一半全賠進去了。現在我不僅工作難找，每個月的房租、吃飯都快成問題了。所以這每月2394元的失業保險金對我來說，就是真的續命錢。今天我想聊聊在申領這筆失業金的過程中，我是怎麼跟公司鬥智鬥勇，把這些血淚教訓分享給大家。如果你也遇到了公司惡心你，希望我的經歷能幫你避坑。現在的失業金申領變得很方便，手機上這裡辦，或者支付寶和微信小程序就能搞定，不用跑櫃台。但這裡有2個坑，很多人都會栽進去。第一呢，公司必須先幫你辦理停保；第二，停保理由必須是非本人意願離職。我這次申領失業金，公司在後台直接給我挖了個坑，他們把停保理由寫成本人意願離職，也就是我自己要走。如果是新手，可能這時候就慌了，但我一點也不急。為什麼呢？因為如果公司亂填停保理由，導致我領不到失業金，這筆損失我是可以一併寫進勞動仲裁請求裡的。我特意等失業金申請結果出來之後再去提交仲裁材料，就是為了避免後續要修改訴求甚至另案起訴的麻煩。咱們維權呢也要講究效率，不能浪費仲裁資源，也給自己節省時間。關於離職證明，很多人覺得上面寫的越詳細越好，甚至想讓公司把補償協議都寫進去，這是錯誤的。根據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一份合格的離職證明法定必備內容只有4項：第一個，勞動合同期限；第二個，解除或終止合同的日期；第三個，工作崗位；第四個，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公司最後給我出具的離職證明帶有離職理由以及表明公司不認同解除事由。公司這是存心要報復我。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上面寫的以勞動法第38條解除，雖然能證明我申領失業金合法，但下家公司的 HR 看到很可能會覺得你是個刺頭，直接斷了你再接業的可能。我只能嘗試把那份帶有離職緣由的離職證明上傳了上去，並在申領系統選項該停保理由是否為真實理由時選擇否。原本做好了失敗，就在仲裁申請時一併要求賠償失業金損失，結果沒想到審核4天後，居然申領成功了，2394元，發12個月，這個月22號就能領到，得到了一絲喘息的機會。其實一般公司都會被調，萬一真有幸通過之後的求職面試，被調時，我現在仲裁的這家公司大概率也不會說什麼好話，想再找碼農的工作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想辦法另謀出路了。現在我成功申領了失業金，但跟公司的賬還沒算完。我寫了6頁勞動人事爭議仲裁申請書，18項證據，這邊加起來快有80頁了，包括微信聊天截圖等各種材料。目前進度是正在仲裁委進行調解。我申請的是2人賠償，但我跟調解員提了，如果公司有誠意，1.5溫我也能接受，大家早點解脫。要是公司非要跟我拖，走個1-2年的1審、2審，那我也有後手。公司有漏稅、少交社保、公積金等問題，我這邊都能找到證據。最後仲裁時，我會同步向稅務、社保部門投訴。其實我也不想鬧成這樣，大家伙好聚好散，該賠的賠了就行。這幾天呢，就在等公司的回復，實在不行呢，就立案死磕。這期視頻話題講的稍微有點沉重，但這就是我現在的真實生活。如果大家對碼農維權，或者是想聽聽那個資金盤到底是怎麼騙人的，可以在評論區留言，之後我會專門做一期影片聊聊這個話題。如果後續有進展，我會第一時間跟大家匯報。如果你覺得我的經歷對你有那麼一點點參考價值，歡迎點讚、轉發、訂閱我的頻道。我是龍飛，感謝觀看，我們下期見。